由于我们是新手爸妈嘛，很多方面都会比较紧张。这项政策是为了让家庭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新生儿，然后也不用担心你的工作会被辞退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in， 欢迎回来。这集视频我们接着上次的视频继续来讨论新西兰的产后护理服务。上次的视频我们聊了孕期产检、血液检查和 midwife 探访等相关经历。这次我们会来聊产假、政府福利以及 birth care 服务。如果你对上一集有兴趣，待会也可以去看看。现在来说说大家关注的产假。在新西兰，产假可以分为2种，带薪产假和无薪产假。带薪产假，新西兰父母可以拿最多的26周带薪产假。Paid Parental Leave 是由新西兰政府 IRD 支付的。在马来西亚，带薪产假其实是由雇主自己承担的。在新西兰 IRD 会依据你工作的一个收入水平来决定你支付的金额，但你产假期间所收到的金额是不会超过你之前的实际工资的。目前最高是1周754.87。这里也提一提，你的 partner 或者爸爸其实也可以拿这个带薪产假，但是你们双方总共不能拿超过26周的带薪产假，所以是一个 share 的概念。除了 IRD 会付你产假薪资，有些公司有给员工产假 benefit， 公司会额外 top up 你产假薪资到和你工作时的薪资一样。这里比如说你工作薪资1周有1000，你产假时 IRD 付你754.87， 然后你的公司会额外再 top up 你另外的245.13给你，所以你产假期间所收到的钱就和你工作时一样。如果你有计划生育，不妨多看看公司的产假福利。当你拿完了26周的带薪产假后，你可以再 extend 拿另外的26周的无薪产假，所以在新西兰这边产假共为1整年52周的产假。这项政策是为了让家庭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新生儿，然后也不用担心你的工作会被辞退掉。去申请这个带薪产假 IRD 也会看你就业的时间符不符合他们的资格。如果你要拿带薪产假，你必须在就目前正在工作的这个雇主要至少工作了6个月，每周不少于10小时的工作时间，你才能申请这个带薪产假。在新西兰这边，你的 partner 也可以拿一个 partner leave 来陪伴你。如果你的 partner 在目前的公司工作了超过12个月，那他就可以申请1或者2周的带薪产假。如果他工作不超过12个月，他也可以拿最多2周的无薪产假。至于如何申请呢？就你必须最迟在你的预产期的或者产假前3个月通知你的雇主你要拿这个 maternity leave， 然后再上到 IRD 的网站填写你一些个人的信息，雇主的信息也需要，还有你需要一个 formal letter 证明你的预产期，这个你的家医或者你的 midwife 都能开给你的。所以一旦你的申请被 IRD 通过，他们将会分发你的带薪产假的福利，一直到26周带薪产假完成为止。最后来说说政府福利。政府福利就包含刚才以上所提到的带薪产假 Paid Parental Leave， 最高1周可以高达754.87一周，给新手爸妈一些经济上的支持。除了那一个，还有 Best Start。Best Start 是当你宝宝出生到他们1岁，每周可领取高达73一周，这个是没有薪资的限制的，每个宝宝都能领取，所以我们称之为奶粉钱的一个津贴。然后还有一个 Working for Families， 这个津贴是比较针对低收入家庭的，我会附上那个链接，大家去看看你符合条件去领取这个津贴。然后还有一项 Family Boost，这个是比较新的，它是一个宝宝去上 daycare 的一个津贴， in-home daycare 都可以去申请，它可以高达1周75的一个津贴，给正在上学的宝宝，给5岁以下的儿童申请的。它有一个 household income 的限制，你的家庭收入是不能超过180千才能申请这个 Family Boost 的一个津贴。在新西兰这边，14岁以下的儿童都能享用一个免费的医疗，包括他们去看医生或者拿处方药都是免费的。
我那时候生第一胎的时候是在医院生产过后，我有到我家附近的 birthday 住了3晚，那都是免费的。不好的只是爸爸是不能一起过夜的，8点后的探病时间到，爸爸就需要回家。当然你也可以额外付费让爸爸留下来住一个大的一个 single room， 但我那时候是因为还在 COVID 期间，其实我也是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间，但我觉得我在 birthday 那学了很多。由于我们是新手爸妈嘛，很多方面都会比较紧张，但 birthday 那的护士全部都很 friendly 或者很 nice， 他们会教我一些顾宝宝的技巧，或者宝宝哭了要怎么哄，怎么护理，也会教我怎么挤奶、喂奶等。所以我觉得对新手爸妈来说，我还是蛮推荐你去 birthday 体验的。但因为我这胎是第2胎，我也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去 birthday， 就怕有点舍不得我的大女儿。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B 讲 Thank you。 Thank you.